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看几颗我新购买的蝴蝶兰。那在影片中呢，我也会顺便再提到，购买蝴蝶兰的时候，当你在实体店面、实体店家购买蝴蝶兰的时候呢，有哪些地方你应该去注意、去观察，来帮助你买到便宜又大碗、品质好的兰花。那这个故事呢，跟很多我在实体店家、超市购买兰花的故事差不多，因为都是去购买生活日用品、买菜的时候呢，在超市里面它放植物兰花的那一区，有时候我走经过，我会顺便瞄一瞄。那因为养兰花养久了，你自然而然呢就会对有香味或是没有香味，或是有一些特性兰花的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表现，你会去注意到。那当我看到这几颗兰花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是想说，去闻闻看，这个感觉起来是会有香味的。结果没有错拿起来它们的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所以呢，当时我记得好像是6颗吧，然后我就先拿了2颗那就挑了2颗我觉得是最健康的。那旁边还有一位妇人呢，就因为我说这个兰花会香，而她从来没有遇过兰花会香的，所以她也拿了1颗那甚至呢，在那边看顾的店员也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从来都没有过有香的兰花，应该是他们可能有过，只是他们都没有去观察，不知道。然后有被买掉就被买掉，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又回收走了。这个的价钱呢，一点都不贵，1颗是9块美金，所以折成台币也就是300块左右，非常非常的便宜。那在购买兰花的时候呢，我有几个准则。第一个呢，就是先看它的根系状况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把它从杯子拿出来之后呢，它底部影片里面底部的那个杯子是它的外杯，那它里面就是用这种非常一般的这个塑胶的这个罩子这个盆子种。那我会先看它的根系，那看根系就是看它根系多不多那有时候呢它已经有浇水，你就很明显看得到好的根系、活的根系是呈现绿色的，那坏掉的根系呢，它基本上就会是咖啡色、深色，而且是比较扁的它根背的地方就会没有那么的饱满。那你还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有发霉，没有发霉。第二个就是叶子多不多，叶子越多，同一款里面叶子越多的表示它越健康然后越饱满的越健康。再来就是看花梗是一个花梗、2个花梗，然后上面的花朵数量多不多。所以我看的这几个就是比较基本，当你在选购兰花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到的。再来就是看叶子表面有没有坑坑洞洞的，有没有病虫害的一些象征，甚至戒指里面有没有发霉。那这一次购买的经验呢，让我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原因是因为呢，我有一颗兰花叫做 Sogo Perfume， 那这一个呢是 Caribbean Sunset 跟 Zuma Pixie 的交配种。这颗兰花呢，我在我频道里面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了，它非常的香，而且呢来花梗一次都是来2个，而且每一个花梗上面的花朵都全开，完全没有掉泪，而且它的根系等一下呢影片你也会看到非常的健康。所以这颗兰花是我当初买回来之后养到重新开花之后最喜欢的其中之一颗那它的这个特征跟这次购买的其实很像，就是它的右上左上的花瓣呢，其实都有一点类似，我当时好像是说好像有眼影，好像眼睛画上眼影一样，就是有这样子的特征。然后它的左下右下的花瓣呢，也是都有一些小小的斑点。那唯一比较明显的不同呢，是它的唇的部分呢，这一颗它是粉红色淡粉红，而这一次新买的这2颗兰花呢，它是比较偏向桃红色的。
那这边呢，这个片段是上一次这颗 Sogo Perfume 它开花的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在我之前对这颗兰花它的一个开花过程、生长过程的那个影片呢，是同一个影片片段。不过这边就是给你看一下，当时呢最新开的花，它的右上、左上的那两个花瓣的颜色会比较深。那随着时间的推演呢，它会颜色慢慢变淡。所以整体上来说，其实除了花自己本身它的特征之外呢，它的香味，这颗 Sogo Perfume 的香味跟这一次新买的这两颗兰花的香味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雷同哦。所以这些整个加起来，让我猜想这3颗兰花里面呢，它们也许有共同的亲本，所以才让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感觉这3颗好像是表姐妹或表兄弟的感觉。那这颗兰花是种在芥质瓣水根里面那所谓芥质瓣水根呢，就是其实它是杯底呢是有排水孔，应该说杯侧有排水孔，那杯底的部分呢，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小蓄水池那排水孔以下的部分呢，就是会比较常常有水的部分那如果有根系长到底部呢，这样是非常好的情况。一方面那些根系适应高湿度高水分之外呢，你也可以斟酌呢只给固定量的水，而不用每一次都把它加到排水孔的位置。那如果你刚刚有注意到我说失而复得，就在这边7月中旬的时候呢，这颗 Sogo Perfume 开始呢一次突然间掉了2-3片叶子。那我知道出了问题啦，但是呢我出盆之后呢，它的根系其实非常非常的 OK 这个是已经摆了2-3天了，干了2-3天了才会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健康，但其实那些根系几乎没有烂根，它有自己死亡干掉，但是那都是在介质之上，所以里面的部分相当 OK 但我就知道出了问题，所以我就一直在观察。我这颗当然出了问题的兰花，我是把它额外挪到其他地方，我就不跟其他兰花放在一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问题到底真正出在哪里。其实呢，它是出在它兰花自己本身茎干上面你看到它的一些颜色开始从它自己兰花本身植株的这个茎干的部分凸显出来了。其实它就是一种感染它就是受到了细菌的感染之后呢，它从中间开始烂。那这个有几个东西啦，有几个原因，有可能是比如说我在加水的时候呢，或者是喷水的时候呢，它可能水跑到中间，那因为当时是夏天，我通风如果没有太好的情况呢它有可能就是会发炎感染。那这一颗就是这样。那这种情况发生，我一般不会像其他兰友就是想办法救，这种对我来说要救的投资报酬率太低了。所以当时我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它隔离之后呢，我就基本上准备要把它丢掉了。那隔天呢，我运动完又需要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还有2颗还在架上，那因为非常便宜，所以我又把这2颗也买回家。那我之前讲过，如果你遇到好花，你喜欢的花，会为你带来快乐的花，然后经济允许的情况之下，特别这种超市兰花1颗10块美金不到的兰花非常便宜，当然是就买回家。因为我的计划是呢，我可以对它们进行不同种类的种植方式，看一看同一种兰花对不同种类的这个种植方式喜不喜欢可以做一些实验，甚至呢就是有机会的话，如果朋友要，我也可以很容易就割爱送他们1颗茴香的兰花这是我常常做的事情。所以当你遇到好花如果你经济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会建议你购买2颗。原因是因为呢，如果1颗不小心出了问题，或是需要就是丢掉的时候，像刚刚的 Sogo Perfume， 你就可以还有另外1颗是预备的。超市兰花呢，其实有时候的确会遇到一些不错比较少见的好花，但是大部分呢还是那些非常非常普遍的这种杂交种的蝴蝶兰它们也是 OK 啦。对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其实不会分辨的话，哪一种哪一颗都一样。那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经验之后呢，你遇到好花，你会知道的，根据你的经验你会知道，你就能够从中挑选。看了这影片，如果你在美加地区，是不是也很想赶快再去超市逛逛，碰碰运气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